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名将 75F2 松下 L 卡口的伪开箱视频。这个上午已经开过箱，大家出去拍过几张照片了。然后呢，这个是保修卡加说明书啊，没什么用。然后接下来就是装在防冲泡沫、保护泡沫里面的一个镜头，镜头本身也就是这样装着的啊。你看，这个是 AF752自动对焦头啊，这个是全画幅的 L 卡口的，全画幅 L 卡口的镜头非常少啊，劳松联盟啊，只能说是劳松联盟。整个镜头的一个设计。很小巧啊，大概只有300多克，很小巧，300多克啊。你看它这个中间这边的镜身本体，这里是一个应该是金属材质啊，具体是什么应该是铝吧，好像。然后下面呢，这是一个塑料盖，这里一个是镜头盖啊，然后这个是遮光罩。这个遮光罩呢，今天发现它拿着有点捏着有点塑料感了，但是也还行。啊，这样把它取下来也是很方便，也不会说跟之前美科的一个 APS-C 的镜头那样紧紧的啊。然后你看这里，它这个镜头整个质感设计还是可以的啊。这里有光圈的一个环的设计，然后这个应该是手动对焦的时候对焦环的一个设计啊。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光圈啊，它不是无极的啊，它是一段一段的啊，一段一段，就是段落感还是非常清脆的，还是不错的。是用这个手动光圈的话，感觉还是有那种精致的感觉啊。然后它这个话光圈有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感觉它这个光圈环本身跟里面的镜头的结构件那里好像润滑的不是很够啊，能听到这咔咔咔的声音，比较那个耗量比较大，但是不知道是这个设计问题还是说大部分镜头都这样，但是还行。然后这是它的一个镜头盖啊，它镜头盖这里有个很特殊的点，就在于它这个固件升级的 Type-C 口是在镜头盖上的。那目前看起来就是一整个机身 OK， 一整个跟手机比起来的话，比手机还是要跟差不多手机的一般多一点吧，重量。大小都 OK， 然后接下来呢，转不动啊，大家放到那个相机上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换成手机来拍啊。抱歉啊，这个拍摄设备有限了，我不能再用那个相机的三脚架了，所以说用这个大家的 Osmo 6啊，它的角度只能调到这样，而且还是特殊的一个角度啊，所以大家将就一下，不好意思。大家可以看到手里的这个就是松下的200-200，你可以看一下，作为一个机身来的话，还是相比200-200还是小巧很多啊。当然，毕竟是一个定焦镜，这个变焦镜头还有这么大的变焦范围，这个尺寸也是很 OK 啊，重量也就比它多了100多克。然后呢，现在把这个关机，然后把它取下来。这有个红色的点呢，看到没？这有个红色缺口点，对准这里就可以了。OK， 啊，就装上去了。然后再加上这个镜头盖，镜头的遮光盖，一整个来讲的话，目前就这样一个颜值啊。从颜值上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会发现它一整个镜头确实小很多啊。从这里开始算的话，这个镜头确实小很多，跟这个机身来讲的话，显得有一点点迷你啊，跟这个巨探来讲。然后给它看一下，在这个目前它最近对焦距离应该是75厘米啊，所以说它最近对焦距离是很长的。然后装在手机上一整个对焦来讲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焦是很快的，对焦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手机的对焦好像没有对准啊，看一下。目前今天反正我拿出去用，它的对焦速度跟对焦的准确度没有对我造成什么误扰，还是可以的。然后试一下它这个连拍啊，试一下，没问题啊。当然这个连拍是电子快门，是比较开心的能买到，因为 L 卡口的镜头本来就少，然后呢这个规格又特殊，但是我之前考虑到我用永诺的50 1.8等效也是也是75的焦距，所以我觉得应该用起来应该也不会说跟真的有焦距上导致的一个用的不习惯的问题啊。目前用了一下确实没有啊，然后也不是非专业摄影师，所以说对于使用场景目前来讲比较符合，还是可以的。所以具体的使用体验的话，然后还得等我具体的真正的去拍女朋友啊，或者去旅游的时候啊，拍一些照片啊。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满意，非常不错的啊。这次的一个简陋的一个开箱分享就到这里啊。大家如果在镜头使用中有什么疑问啊，或者在相机使用中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啊。因为我这边也是刚入坑松下的全画幅不久啊，目前也是被松下的一些 bug 啊，一些什么东西所困扰，所以说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沟通交流的地方，可能可以解答一些相关的疑惑啊。好，拜拜。